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我呢在硅谷，在 Google 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产品经理了。那有很多朋友，特别是国内的朋友，对于硅谷这边产品经理的职业路径，关于各种不同的级别，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兴趣，想知道什么样子。其实我也蛮有兴趣知道一下国内的情况哈。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下硅谷这边各大公司，或者总的来说，它的这个产品经理的职业路径和级别是怎么样的。国内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国内的情况，比如说腾讯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字节跳动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也很有兴趣知道，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的标题就是硅谷产品经理的职业路径和级别。好，首先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这个事情呢，不需要我来整理，因为网上呢已经有人怎么样呀，整理好了。有一个网站，大家记着哈，叫 levels.fyi。那这个上面呢，就已经把各个公司的不同的级别怎么样都给你整理好了。所以今天呢，大家也不用怎么样盯着我的老脸看了。今天呢，我就直接把这截了张图。那我来讲一下这个图。今天基本上从头到尾讲的就是这个图哈，讲这个图。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截的图呢是什么呀？是有4家公司我选了，有亚马逊、有 LinkedIn、有 Facebook 和微软这4家公司。然后怎么样呀？这个网站呢，基本上是以软件工程师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汇总，但是呢，上面也有产品经理，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看一下这个产品经理的这样的几个数据。那当然了，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对吧？你作为 Google 的产品经理，你为什么没有讲 Google 呀？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呀？作为一个思考题，大家自己想一下哈，我做节目为什么不讲 Google 的哈？好，那亚马逊、LinkedIn、Facebook、微软，这是他们的不同的级别。那么这个里面能说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以前曾经讲过，在美国呢，比较少有针对毕业生的这个产品经理的岗位。比如说呢，这个 LinkedIn 有 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 对吧？然后 Facebook 有 Rotational Product Manager。那这种呢，都级别相对比较低，然后呢，他们都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2列和第3列 ，LinkedIn 和 Facebook 都有一个怎么样呀？基于毕业生的这样的项目。那这种项目呢，一般来说呢，他们都是比较新的产品经理。那么他们一般呢，会拥有的产品职能可能相对比较小一点，可能是某一个怎么样呀？一个大的产品里面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功能，让他们开始练手，然后逐渐成为一个更加强的产品经理。不过呢，这些人虽然他们是大学毕业生，虽然他们经验不丰富，虽然他们是 APM 或者 RPM， 和他们合作的人可能是非常资深的人，他们的合作的工程师，他们合作的这个设计师，可不会是非常的怎么样浅资历的人，可能是非常资深的人，这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然后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在各家公司里面呢，都有非常多的级别是叫什么呢？叫 IC 产品经理。什么叫 IC 呢？叫 Individual Contributor， 也就是说，他独立的怎么样呀？不管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经理。比如说亚马逊，你看，第1列亚马逊第1个和第2个，包括第3个的这个 Principal PM 这几个呢 ，Product Manager、Senior PM 和 Principal PM 都是怎么样呀？都是 IC 的产品经理，就是独立的产品经理，不管人的。那在 LinkedIn 你看到 PM、Senior PM、Principal PM 也都是这样子。Facebook 的话，那 L4、L5 等等都是。微软的话，其实很多级别59、60、61等等之类的。那有很长一块呢是产品经理的这个我们叫 IC 的产品经理，独立的产品经理。而且呢，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呢，这个也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你会发现 IC 产品经理是非常多的，而且级别也非常多。那有的公司它会有 PM1、PM2、PM3、Senior PM1、Senior PM2、Senior PM3 等等之类的，就是有非常多的级别是 IC 的产品经理，他们可能要做很多年才能到下一个级别。毕竟产品经理这个职业呢，还是有很多人得专门去打磨产品在一线做事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怎么样，也非常正常。
好，刚才讲了这个大学刚入门的 APM、RPM，然后呢讲到是 IC 的产品经理，每家公司都有非常长的一个级别，来给这些 IC 产品经理去爬。然后呢，爬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们都会成为可以成为一个这个管人的产品经理，比如说在亚马逊，你看第3行。这个 L7 里面有一个叫 Senior Manager PM， 那这个呢一般就是管人的产品经理。那 LinkedIn 的话呢，这个职位叫 Group Product Manager。你看这个 LinkedIn 这一列，就是第2列的第4个，里面有一个 Group Product Manager， 但这一般呢是管人的产品经理。那 Facebook 呢不清楚，不知道哪集开始他们就是管人的产品经理了。那等会儿我专门提到这一点，就是 title 这个事有时候很模糊，说不清楚。那总而言之呢，在 IC 的产品经理这个道路上，你走了很久之后呢，你可能就会被提升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更加资深产品经理，这样你可以管理其他产品经理，就是你是其他产品经理的经理。然后再往后呢，就到了 Director 这个 level， 那每家公司都有Director 或类似于 Director 这样的一个职位叫总监。然后总监呢，一般是会管那些管人的产品经理，就是他是第2层的经理，就是他就是产品经理的经理，一般是总监。那么总监呢，一般就会怎么样？就管的是比较大范围的事儿了。然后总监上面呢，一般是叫 VP。那 VP 呢，就是会管非常大一块的事儿。那大家可以这么想，产品经理 APM 或者是这个 IC 的产品经理，独立产品经理，一般呢就管的是要么是很小，要么是相对来说大一点点的一个产品或者产品中的一块。那么到了这个 Group PM 或者是 Senior Manager 这种级别呢，就是这个产品经理他不仅是管产品了，他很大程度上是管的团队，甚至呢是管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整体。到 Director 这个 level 呢，一般就要管很多个产品，他要管很大一片的事情。不过呢 ，Director 们他们一般管的事情互相之间多少都有点关系，虽然是几个不同独立的产品都有点关系。而 VP 呢，管的就是非常大一整片的一个产品都由他来管，那他下面就有好多个 Director， 好多个这个总监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从技能和他们做的事情角度来说呢，越是年轻的产品经理，比如说 APM、RPM 或者是 ICPM 比较低级别的话呢，越是年轻，那么相对来说更多的呢是做的是执行层面的事情，而越往上呢，执行层面就越来越少。然后呢，到中间呢，很多是做产品方面的事情，就是产品定义啊、产品的功能啊等等之类。再往上一点呢，就是更多的是管理和战略。那这个是在这个 GPM Director VP 这个 level 这个级别呢，就是更多的是管理是怎么样这个团队能够更好的运转，怎么样呀？这个整个团队的战略是怎么样，哪个方向去走？那这个是更高层的一些事情。当你级别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其实越少管具体产品的事儿，你管的更多的是组织结构，管的是产品的或者是整个组织的方向。而你在越小的时候，你级别越小的时候，你管的具体的产品的具体的部分会更加多一点。其实呢，我还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他其实不想升职，就是他在某个阶段他说，老板说你升职吧，我不要升职，为什么呢？他想更加的去做产品，而不是去管人，而不是去做管理。这个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呢，就可以看出这个技能角度来说呢，是一个不同的分野，越是怎么样呀，基础的岗位偏执行，那么中间呢偏产品，那么越高呢就偏管理和战略。最后呢，我说一下这个 title 的问题，大家看 title 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看到这个硅谷的这个 title 非常不一样，这里面有几个特别有趣的，比如说你看 LinkedIn 很有意思，LinkedIn 它基本上每一级都有一个名字，就比如说 Associate PM， 然后有 PM， 有 Senior PM、Principal PM， 对吧？那有的公司就名字都是重叠的，比如你看微软有 PM1 有2级，PM2 有2级，对 ，Senior PM 也有2级，对吧？还有更有甚者，就是 Facebook 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它除了 Rotational PM 之外，然后到 Director 之外，中间这一堆从这个 L4、L5、L6、L7 全部都叫 PM，
所以呢，你有的时候你看这个 Facebook 的一个 Product Manager，你其实不知道什么级别，这个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新，可能是4级，也有可能是一个相当资深的 PM，可能是7级。这个他反正他比较弱化这个人的 title， 弱化这个人的这个名字，这个可能是他们故意想要这样做的，这样避免这个显得太有这个官僚化呀，或者太有级别化呀等等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不同的公司里面的这个级别，有的时候不一定有可比性，不一定可比性。就比如说同样是 Product Manager， 那亚马逊跟 LinkedIn 跟 Facebook 可能就还蛮不一样的。同样是 Senior Product Manager， 那也是一样，那亚马逊和 LinkedIn 和 Facebook 没有 Senior PM 的等等之类的吧，就不同公司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去看一个公司的职位，看一个公司级别，或者是看你整个这个职业发展呢，你要结合这个公司里面的这样级别来看。然后呢，各家公司的管理人员，各家公司的这个招聘人员，什么猎头什么的，对这个是挺清楚的，就是说他们不会被你糊弄的。他们知道，比如说你是这个公司的 Senior PM， 其实这个只等于另外一家公司的PM 等等之类，他其实是知道的，所以的话呢，这个也是需要你们去注意参考一点。那希望呢，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呢，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也感谢这个 levels.fyi 上面的很多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他们已经帮这个整理好了，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好，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讲了硅谷的大部分公司吧的一个管理或者是产品经理的这样一个职业路径，基本上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刚入门的产品经理，或者是怎么样呀，就到了一个 IC 产品经理，然后到产品经理的经理，然后到总监到 VP， 然后呢越来越怎么样偏高层偏管理偏什么战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只不过不同的公司它叫法不一样， title 是不一样的。好，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什么可以贡献的这个话题呢，请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然后呢，你如果喜欢我们这频道的话呢，请记得订阅哟。在 YouTube 上怎么样订阅以后，你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怎么样点赞？如果在哔哩哔哩上，请记得3连。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